最近，一则关于90多岁高龄的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大消息轰动了财经和政治圈。他一口气出售了覆盖全球23个国家的43座港口，套现高达2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00多亿元。这一惊天交易立刻引发北京高度警觉。据传，习近平得知后终于回过味儿来，勃然大怒，下令有关部门彻查此事。一时间，李嘉诚跑了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到底李嘉诚为何要大撤退？这背后有何商业盘算？而习主席缘何动怒，扬言要查？这一系列故事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时代背景和经济逻辑？我们不妨层层展开，抽丝剥茧的一探究竟。其实，此次天价出售港口资产，并非李嘉诚第一次大手笔撤退。早在2013年前后，精明的李超人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资产大挪移。2013年，他以约25.78亿元的价格出售了广州西城都会广场。2014年，又陆续卖掉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金中心整栋写字楼，成交价71.6亿元。通过旗下基金转让南京国际金融中心24.8亿元，还由次子李泽楷出售了北京盈科中心57.6亿元。紧接着2015年前后，他旗下的机构继续抛售上海和深圳的多处物业。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至2015年4月短短2年多里，李嘉诚通过出售大陆的物业和资产，累计套现近800亿元人民币，可谓一步步大规模地从中国抽离资金。不仅如此，2015年李嘉诚进行了重大战略重组，将家族旗舰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合并分拆，新成立2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长和和长实，分别接管集团非地产业务和地产业务。随后，他又将仍在香港注册的最后一家主要公司电能实业迁册海外。至此，李嘉诚旗下所有主要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撤出中国内地和香港。这一系列操作引发舆论哗然，李嘉诚跑了的惊呼声在当年不绝于耳。香港本地的资产也在他的转移清单中。2017年，李嘉诚又以高达402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香港中环中心大厦 75% 的权益，创下当时全球办公楼交易的记录。这幢位于中环黄金地段的摩天大楼被他在地产高峰期抛出，令市场震惊。由此可见，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只要被李嘉诚判断为高位的资产，他都毫不留恋地选择及时变现。正因多次精准踩准市场顶点抽身而退，李嘉诚赢得了一个绰号“逃顶大师”。每当资产价格泡沫将破未破之际，他总能先人一步全身而退，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李嘉诚大举撤资中国，难道真是对这片土地不再看好，准备抽身走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位从穷苦胶厂工人奋斗成华人首富的传奇商人，所思考的从来不只是跑与不跑的简单2元选择，而是更复杂精妙的商业算盘。首先，李嘉诚善于未雨绸缪，分散风险。早年间，他大胆投资内地房地产和基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收获满满。但当他察觉国内楼市和经济环境出现拐点苗头时，便果断调整航向。狡兔3窟是他的生存哲学之一，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10年前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黄金10年后渐显疲态，调控日趋严格。李嘉诚预感到楼市盛宴将难持续，于是逐步出售内地物业，锁定收益。这并不代表他放弃赚钱，而是要把赚到的钱放到更稳妥、回报更高的地方。那么，李嘉诚撤出的资金去了哪里？答案是全球遍地开花，布局新兴机遇。他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将目光投向欧美等发达市场。金融危机后，欧洲资产价格低迷，李嘉诚趁机大举收购英国的天然气、电网、电信公司，欧洲的基础设施和水务项目，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能源企业。如今，长和系90%以上业务分布在香港以外，欧洲业务比重大幅上升。可以说，李嘉诚是把在东方赚的钱拿到西方去投资，实现资产的地理对冲和配置优化。除了传统产业，科技和新兴产业也是他的新战场。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年近100岁的老先生，其投资团队曾早早布局 Facebook、Zoom 等科技新贵，公司股价腾飞时，李嘉诚的投资也获得回报。由此可见，他撤离房地产等传统领域的同时，将资金部分转向了未来产业，寻求新的增长点。此外，将公司注册地迁往离岸金融中心，也体现了他的精明考虑。在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不仅可以减轻税负，还能规避某些地区的监管掣肘，使资本运作更灵活。正如李嘉诚本人所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大的财务弹性，方便做生意。对于一个生意人而言，资本的自由度和安全性无疑是重中之重。当然，面对撤资质疑时，李嘉诚本人曾公开辩解，称这一系列操作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并非对中国没信心。他甚至在风波初期安抚道：“我不会跑路，我仍然看好中国经济。”这些话一方面是姿态，另一方面也有几分真心。毕竟他的事业发迹离不开内地和香港市场，他断不可能彻底与这边缘分。然而，商人的天平上，利润和风险权重始终在动态变化。一旦风险大于机遇，精明如李嘉诚者，自然会重新平衡筹码。他这一连串腾挪背后，彰显的正是冷静务实的商业逻辑，提前锁定胜利果实，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财富安置在更稳健可靠的环境中。换言之，李嘉诚所打的算盘，核心是保存实力，灵活机动，以便无论风往哪吹，他都能稳稳立于不败之地。李嘉诚的如意算盘虽精，却难免碰触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神经。在习近平主政的近年里，中国对于大型资本和富豪企业家的态度与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已经大不相同。资本必须听党话，成为这一时代隐隐的潜台词。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实是给民营企业和金融资本套上紧箍咒，要求他们在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面前遵守规矩。在201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种种社会问题浮现，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对大企业和富豪资本的监管。一系列震动市场的事件相继发生，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的上市在最后关头被叫停，互联网公司接连遭遇反垄断调查、教培、游戏等行业被严厉整顿。几乎一夜之间，一批中国顶尖富豪的身家大幅缩水。官方高层反复强调共同富裕，号召企业和富人回馈社会，这被视为对私人财富过度集聚的一种警示。同时，房地产领域也祭出了史无前例的3道红线降杠杆政策，直接引爆了2021年的恒大债务危机等行业地震，许家印等曾不可一世的地产大亨跌落神坛。可以说，在新时代，中国的超级资本们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要对内响应政府号召，谨慎低调；另一方面，对外资金流动也被严密管控，防止资本外逃。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嘉诚的大举撤资行为格外引人注目。毕竟他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举足轻重。如果任由李嘉诚这样重量级的资本玩家将巨额资金搬出中国，无疑会给其他富商和投资者传递不好的信号。对于一心维护金融稳定和投资者信心的北京来说，这是不能轻易做事的。早在李嘉诚首次撤资风波时，约2015年前后，内地舆论和官方就已有所反应。当年一家官方背景智库曾刊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嘉诚撤走中国资产是过河拆桥之举。一时间舆论场上议论纷纷，有人愤慨其不够爱国，赚了钱就走人，也有人认为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面对汹汹舆论，李嘉诚方面和中国官方都进行了回应。长和集团发言人强调，集团没有撤资，只是正常商业调整。李嘉诚本人也在随后罕见发声，表示这些指责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对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深感遗憾。中国官方则一边通过党报淡化处理，例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当时都刊文称，对李嘉诚的决不必大惊小怪，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一边也隐含告诫意味。正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的那句著名评论，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这句话被广泛解读为对李嘉诚的敲打，
赚钱可以，但作为中国的商界人士，你总归要讲大局。李嘉诚港口资产的大甩卖，更是直接击中了当前北京最敏感的神经。美国资本牵头买下涉及巴拿马运河等战略要地的港口，这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形势下，令中国领导层大为恼火。据彭博社等报道，消息传出后，中国多个主管部门已奉高层指示，紧急着手调查这笔交易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反垄断问题。尽管这些港口资产都在海外，北京未必有法律手段直接阻止交易，但表明态度的意味十足。习近平发话了，查。与此同时，官方对李嘉诚的舆论攻势也再度升级。这回站在前台的是亲北京的港媒和机构。香港大公报连续刊登10几篇批判文章，标题直指莫天真、勿糊涂，批李嘉诚配合美国恶华战略。更有措辞严厉者称，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影射李嘉诚此举有失爱国企业家应有的大义。中央的港澳办居然在官网罕见地转发了这些评论文章，等于官方间接点名批评了李嘉诚。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公开表示对交易高度关注。北京方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接连发表评论，虽未直接点名痛斥，但其中立场不言而喻。在中央大力营造支持民营企业的氛围时，也绝不容许有人打着生意算盘损害国家战略利益。综上，在习近平执政的大环境下，国家对资本外逃零容忍的态度已非常清晰。无论是明里暗里，北京都在向李嘉诚这样的大佬传递讯号：你的商业帝国可以继续运转，但前提是不要伤害到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换句话说，在权力与资本的博弈中，政策高压已经令资本不得不低头。只是一位是风烛残年的商界传奇，一位是掌控一切的强势领袖，这场角力并不简单。监管风暴之下，李嘉诚选择继续我行我素的全球撤资，显然是一次大胆且冒险的举动，也难怪会激起习主席的震怒。要理解李嘉诚与北京当局关系的微妙演变，必须放到中港关系的大背景下审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座上宾，到近年来饱受质疑的敏感人物，李嘉诚的身份角色随着中港关系的起伏而改变。回溯几十年前，李嘉诚一度是中国官方眼中的香饽饽。上世纪80年代，中国百废待兴，急需港资和外资的投入。当时李嘉诚作为香港最成功的实业家之一，大举投资内地基建和地产项目，参与了深圳、上海等地的早期开发。他创办汕头大学，捐助内地慈善，活跃于全国政协等统战舞台，一度被树为爱国爱港企业家的典范。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嘉诚既是香港商业实力的代表，也是北京所倚重的合作伙伴。邓小平南巡时对港商投下定心丸，江泽民、胡锦涛年代也都礼遇香港财阀，因为他们象征着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并且能带来资金和国际资源。然而，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北京对香港超级富豪的态度也在转变。一个显著的背景是，香港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下滑。昔日中国利用香港作为金融窗口和中介，如今内地、上海、深圳等地迅速崛起，自身能直接对接国际市场，大陆企业变得财大气粗，不再需要通过香港富豪牵线搭桥。与此同时，香港本地也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住房难、贫富差距大、青年人不满等等。香港传统财阀长期垄断地产和公共事业也难辞其咎。在北京看来，香港乱局的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那些掌握经济命脉的豪门家族没有承担起足够的社会责任。2019年的修例风波更成为中港关系的分水岭。当大规模示威冲击香港时，北京开始反思过去对港政策，并于次年果断推出国安法，拨乱反正。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等商界巨头的态度备受各方关注。值得玩味的是，李嘉诚在风波初期一度保持沉默，但随后破天荒地刊登广告，以古语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呼吁各方克制。这句典故被解读为劝诫不要过度摘取瓜田里的瓜，比喻不要对香港青年逼迫太甚。此举一出，
立刻引来不同解读。支持者称赞他仗义直言，希望平息纷争，但内地一些强硬声音则质疑他态度暧昧，认为他在关键时刻不站稳立场。后来李嘉诚又公开表态，支持一国两制和止暴制乱，但这段插曲已使他在北京心中的形象打了折扣。法实施后，香港进入由爱国者治港的新秩序，北京开始更直接地影响香港经济布局，包括有针对性的缓解房屋问题等。据传，中央曾约谈香港几大地产家族，敦促他们拿出土地，配合建屋，以平息民怨。对于已届耄耋之年的李嘉诚来说，他深知香港旧有的发展模式和权力平衡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他选择更收敛地退出聚光灯，低调行事。这些年他很少公开谈论政治，更多是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做公益慈善来维系形象。然而，北京对他的戒心并未完全消除。在官方话语里，李嘉诚不再被歌颂为模范，而更常被隐晦地提醒不要当不懂大局的商人。一句形象的话说，李嘉诚从前是北京宴席上的贵宾，如今则有点变成了需保持距离的对象。这背后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中港关系的新定位使然。香港回归25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北京强调的是对港全面管制权和政治安全，对于经济领域则主张去寡头化，培养新兴力量。老牌家族资本的影响力被逐步削弱，这也是政治大局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李嘉诚这样的传奇人物难免心生感慨，时代真的变了。或许正因为察觉自己在内地和香港都已不复当年的特殊地位，他才更坚定地将资源转移到自己可掌控的境外天地，以减少对变幻莫测政治环境的依赖。李嘉诚的一举一动不仅牵动政经格局，更激起广大民众的议论。多年来，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就是李嘉诚到底爱不爱国？他的撤资是精明之举还是忘恩负义？围绕这些问题，舆论场上充满了交锋。先看官方和主流媒体的态度。前文提到2015年那场风波中，人民日报以与其挽留不如目送的论调作结，其实是有些酸味的表示，李嘉诚走就走吧，中国不缺你一个。那篇文章还直言，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算是给李嘉诚扣上不够爱国的帽子了。当时很多人对此拍手称快，觉得终于有人敢批评大佬了。然而李嘉诚不甘沉默，发声明回击文章，令人不寒而栗。这在中国商界极为罕见，一个香港富豪公开与官媒论战，一时间成为热点新闻。随后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给台阶下，说内地并没有敌视李嘉诚，只是去神话的过程，还表示大陆人现在更倾向于把他看成逐利的商人，而不再是爱国爱港楷模。言下之意，无非是告诉李嘉诚，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我们看透你就是个生意人。民间舆论对此事也各有解读，许多内地网友当年在网上评论李嘉诚撤资时，充满了情绪化的字眼，有的痛斥他赚得盆满钵满却不报效国家，称其为白眼狼，撤资党鼻祖。但也有不少人力挺李嘉诚，认为商人逐利天经地义，不应道德绑架。有网友调侃，让李嘉诚跑了，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要反思啊。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当时就撰文指出，以杀气腾腾的口吻威胁一位国际投资者，并非理智之举，只会让外资更加心寒。这番话也代表了一部分专业人士的观点，妖魔化李嘉诚对中国经济没有好处。再看香港本地，对于李嘉诚走不走的议论同样热烈。香港市民对李嘉诚可谓又爱又恨。一方面，他白手起家创造财富神话，被尊称李超人，也通过基金会在教育医疗领域做了不少公益。但另一方面，他和其他几大家族长期垄断地产市场，被指责推高楼价，压榨民生。每当传出他要出售某项香港资产时，坊间揣测纷纷，连李超人都撤了，香港前景是不是不妙？还有人酸他精过头，什么都算计利益，哪里谈什么感情。不过，当2019年社会动荡时，李嘉诚捐款纾困，中立发声，又赢得了一些民心。所以总体而言，香港舆论对他评价复杂，但远不及内地舆论那般上纲上线。如今随着这笔港口交易引爆新一轮风波，类似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在内地互联网上，可以看到有些激进言论，
对李嘉诚极尽嘲讽或谩骂之能事，称他向美帝献媚，跪低美国霸权，把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尊严高度来批判。官方媒体虽然克制未直接开骂，但通过转发大公报那类文章，实际等于默认了对李嘉诚不爱国的批评。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网民为李嘉诚说话。一些冷静的声音指出，与其谴责李嘉诚，不如反思怎样留住资本。他们质疑，如果中国营商环境足够好，前景足够让人安心，像李嘉诚这样的投资人何至于选择大量撤资？这些理性的讨论虽然声量不如民族情绪高涨的指责，但也代表了一部分公众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还有一种舆论心态是吃瓜看戏，毕竟这场戏颇具戏剧性，一边是商界传奇携巨资远走他乡，一边是最高领导人拍桌震怒要追查。有人打趣，李嘉诚这一跑进龙岩，感觉像港剧情节。也有人感慨，豪门恩怨，咱小老百姓看看就好。不管怎样，李嘉诚与中国官方之间的关系波折，已经成为近年华人社会最具话题性的现象之一。在舆论漩涡中，爱国与逐利仿佛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被不断拉扯着。李嘉诚自己则极少再回应什么，大概是看透了多说无益，只能由时间和事实去证明一切。李嘉诚的故事其实远不仅是个人的取舍，更是中国经济大势和时代潮流的一个缩影。纵观历史，每当社会环境巨变之时，资本总是最敏感也最现实的一批力量，会用脚投票。今天我们看到李嘉诚狂逃千亿，不妨扪心自问，是什么因素在推动这样的决定？首先，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口，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如今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艰难。尤其最近几年，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中美贸易科技博弈不断，国内又受疫情冲击，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接踵而来。可以说，过去那种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市场。房地产曾是吸金利器，但当房住不炒成为共识，调控常态化，地产暴利时代宣告结束，反而风险累积暴雷频现。李嘉诚当初抽身房地产，被证实是高瞻远瞩。要知道，如果他像恒大许老板那样一路加码地产，如今长河系恐怕也难独善其身。其次，资本安全和收益预期发生了变化。近年人民币有过升值，也有波动，资本项目管制依然较严，投资者在国内要寻求高收益越来越难，而在部分领域甚至面临政策风险。反观海外，尽管也有政治风险，但法律环境相对透明稳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西方国家成熟市场提供的是低风险、稳定回报的投资选项。李嘉诚的大笔资金转投海外港口、电网、电信等资产，看重的正是这些项目现金流稳健，受政府干预相对少。一边是国内潜在的政策紧箍，一边是国外成熟市场的避风港，精于算计的资本很自然会倾向后者。当然，国家并非没有注意到这股资本出走的暗流。这些年，中国也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出台减税政策，吸引外资投资高科技和制造业等。国务院高层频频喊话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试图重振企业家信心。然而，信心这种东西来之不易，去之如脱缰之马。李嘉诚用真金白银做出了他的选择，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对于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李嘉诚或许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当宏观环境和政策走向让人看不清未来时，是否也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有人或许会问，李嘉诚毕竟不同于内地富豪，他作为香港人，有国际身份背景，撤资相对容易，普通大陆企业家可没这条件。此话不假，但资本的流动从来有其隐秘渠道。据报道，近年来国内高净值人群移民、转移资产的案例屡见不鲜，有钱人的钱往哪儿去，未必都挂在明面上。从这个意义讲，李嘉诚的行动更像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使潜藏的趋势浮出水面。也难怪习近平当局如此紧张，如果不严加遏制，
一旦形成财富外逃潮，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发展信心将是巨大冲击。历史的长镜头拉远来看，资本和政权的博弈古今皆有。清朝末年，实业家张謇慨叹时局艰危，处财易而守财难。民国时的大资本家们也曾在政局巨变时纷纷转移资产。今天的李嘉诚某种程度上也站在类似的历史关口，在他眼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环境已不像从前那样可预期，他不得不为家族资产寻求更稳固的避风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重演历史悲剧，毕竟中国经济体量和韧性今非昔比，国内还有无数创业者在奋斗，外资中也不乏长期看好中国者。但李嘉诚的选择无疑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信号。最后，这场李嘉诚跑路与习近平喊茶的交锋会走向何方？李嘉诚已经90多岁，商场征战一生，看的或许是谢幕前如何安稳落袋为安，习近平则正值掌舵中国的关键时期，经济和政治挑战并存。他绝不愿看到标志性资本人物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双方的立场都有其逻辑，但却难以调和。这既是个人抉择的故事，更是时代浪潮的碰撞。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经济奇迹般重拾高速增长，营商环境大为改善，否则李嘉诚这样的动作恐怕还会持续，甚至其他隐形富豪也会效仿。而中国政府则很可能继续加码监管和舆论引导，力图拧紧资本外流的阀门。结局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或许多年后回头看，李嘉诚此次撤资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保住了家族基业的繁荣。也或许随着中国逐步化解风险，走向高质量发展，他当初的担忧被证明过于保守。然而无论如何，这段李嘉诚与习近平交织的大时代剧情已经为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页。正如有人所说，这是资本与权力的一场博弈，也是信心与决心的一次对决。风云变幻中，谁能笑到最后？答案唯有留待时间去揭晓。